我的老公自从把这只狐狸带回家，已经3个月没有碰过我了。哎呦，宝贝儿，江晚，大晚上的不睡觉也找死啊！是他先咬的我。你胡说！这屋里这么多人，他怎么不咬别人？怎么就偏咬你啊？深更半夜在这吵什么呢？又是你啊！不好好伺候我儿子，天天惹是生非，怎么连只狐狸都容不下去了是吗？爹，是这只狐狸咬的我。什么？你说他咬就咬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可他就是个畜生！你竟然敢骂他是畜生！爹，你怎么也被这狐妹子迷住了？还在这胡说实话，滚！走。太太，这是怎么了？你是啊，我是别墅新来的保姆小柔。这日子是过不下去了，你也趁早走吧。这家子被一只狐狸搅得不得安宁。什么？狐狸？不会是那种毛特别白、眼神还会勾人的狐狸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太太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狐狸，你家这是进了狐狸精了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那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啊！太太，你仔细想想，这只狐狸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家的？大概是3个月前，我们去爬山。爸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真漂亮啊！是啊，真是个尤物啊！爸，野狐狸性子烈，万一带了什么病？你懂什么？遇到了就是缘分。就是，别一惊一乍的，你看他多依赖我呀。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可他们父子俩就像被迷了心窍似的。可那明明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啊，怎么会是狐狸精呢？哎呀，太太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普通的狐狸能把你家搅成这样，那是魅狐惑主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定是要家宅不宁的。这说的也太玄乎了，说不定是这狐狸偷人性呢。这家人在吵什么呀？好大声！我听他们说狐狸什么什么的东西。这狐狸必须跟我。放屁！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这狐狸也是老子带回来的，要是分家，也是你滚蛋！爸，老公，你们别吵了。为了一只狐狸，至于要分家吗？这还轮不到你说话！要是再这么下去，定是要家宅不宁的。小柔说的对，这狐狸留不得，我必须把它弄走。只要丢了这只狐狸，这个家就能恢复平静了。滚！狐狸怎么还在这儿？狐狸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？睡糊涂了？不可能！我明明亲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，它怎么可能还在这儿？什么？你把它给扔了？你好大的胆子！爸，明明就是这只狐狸搅得我们家不得安宁。不得安宁的是你吧？你今天敢把它给扔了，明天就敢把老子给扔了。我王家可不敢要你这种儿媳妇。收拾好东西，现在给我滚！滚！爸，我嫁到王家这么多年，一直尽心尽力的孝顺你，你现在竟然因为一只狐狸要赶我走？爸说的对，你容不下狐狸，就容不下我，咱们俩也别过了，离婚。什么？
居然因为一只狐狸要跟我离婚？别废话，现在出去给我冷静冷静！什么时候想通了，什么时候再回来！滚！太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小柔，你说的对，那只狐狸真的有问题。我公公和老公因为他居然要赶我走，他们还要分家。你看吧，我就说了。可是我怎么看，那确实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啊。太太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狐狸是靠吸食人的阳气过活的，当然把本事都用在魅惑男人身上。对你，估计他连装都懒得装。而且你家有2个男人，你看着吧，他们以后会越来越气虚，像是被人掏空了精气。这就是趁你们睡觉的时候吸收了阳气。老公，爸，叫我啥呢？大清早的。你的眼睛，我眼睛怎么了？大清早的又在这吵什么呢？嗯，爸，你看他的眼睛，眼睛怎么了？你们的眼睛，你们的眼睛怎么都是黑的？昨天晚上没睡好。是啊，年纪大了熬个夜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呀？哎，大清早你就在这嚷嚷，赶紧做饭去。去，赶紧做饭，站在这儿碍眼。去。喂，小柔，你怎么还没回来？太太，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说对了，他们的眼底都是青黑的，就像被掏空了身体一样。什么？定是晚上睡觉时被那狐狸吸食了阳气。可能是真的没睡好。哎呀，太太，那不是睡不好，是这狐狸胃口不小，能将2个男人都吸成这样，说不定很快就要吃人了。可是我还是没发现那只狐狸有什么不一样啊，说不定是我想多了。你怎么有眼不进呢？那我就直说了，是不是自从那只狐狸进家门，你老公就再也没碰过你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老公夜夜都被这狐狸吸食阳气。你说他吸食阳气，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魅狐吸食阳气，当然是要靠魅惑男人，而你们家恰巧有2个男人，这是他最想要的。2个男人？即便有2个男人，也是有盛有衰。你想一想，那只狐狸是不是更喜欢黏着你老公，而不是你公公？是啊，明明公公更加疼爱狐狸，可是狐狸每天晚上只会来我老公的房间。什么？你还让他进房间了？是啊，怎么了？这是多久的事情了？从1个月前就是如此啊。什么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完了，魅狐和人同吃同睡7期49天，就会学习人的习惯和动作。可他就是只狐狸，不会这么聪明吧？我劝你现在就赶紧搬走，现在已经是第42天了，最快3天，他就会幻化人形，和你老公上床，彻底吸取阳气。等到第49天，他就会彻底吃掉你，变成你的样子。什么？等到第49天，他就会彻底吃掉你，彻底变成你的样子。小柔说的那么吓人，可这明明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啊！就是自己吓自己。江晚，爸刚放你出来你就开始找事儿是吧？大半夜的，你又在这儿闹什么？他刚才在我身后模仿我，他想学我洗脸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他就是一只狐狸。我没有胡说，这只狐狸真的有问题，他每天都在吸食你们的阳气，搅得我们家家宅不宁。
是吗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千万不要把狐妖会化人的事情告诉你的老公和公公，他们已经被狐妖迷惑。要是你说出来，他们不仅不会信你，说不定还会让狐妖警觉，提前吃了你。没什么，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，做了个噩梦，看花眼了。我最近不太舒服，这几天我睡杂物间。今天就是第3天了。按小柔所说，狐狸会幻化成人形，跟我老公上床。什么也没有，看来真是我想太多了。我得回趟家，这玉佩能驱邪避凶，一定要贴身带着，千万不能摘下来。我没回来之前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要是被魅狐知道，一定会吃了你的。算了，还是等小柔来了再说吧。什么人？难道真的是狐狸变成了人？我就看一眼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别闹，你干嘛呀？别这么难道是那狐狸？不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黄州平时就爱说梦话。讨厌。快说了呢。喜欢。讨厌，难点。谁？江满，大半夜发什么疯？啊？我看见你房间里有别的女人，一个穿红肚兜的女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哪儿来的女人？我房间里除了我，还能有谁？我亲眼看见了，她就在里面。江晚，我发现你现在精神真是出问题了，整天疑神疑鬼，你天天脑子里不是狐狸就是女人。我看见了，她就在里面，你敢让我进去看看吗？看什么看？你看什么看？我房间里除了我就没别人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又想找我宝贝狐狸麻烦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绝对不会。王照，你明知道我在说什么，那里面根本不是狐狸，是狐狸精。狐狸精？江晚，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来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是疯了，你是存心不想让我好过是吧？啊！哼，好，既然你说我疯了，那你让我进去看一眼。如果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明天自己去医院，再也不烦你。你让开！不可能，我明明看见了一个女人。江晚，你是不是非要把咱这个家搅乱你才开心呀？啊！你看看这个房间，除了我跟狐狸哪还有女人？是她，一定是她变的。刚才那个女人肯定是她变的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懒得跟你讲，你别打扰老子睡觉。走。这次我一定会抓到那个女人。这下就等看明天拍到什么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果然在搞小动作。是你弄坏的。是我弄坏的又怎么样啊？江晚，
你要是再这样疑神疑鬼的，我就把你送精神病院去。我只是想弄清楚真相。真相就是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就真该滚出去了。别再让我发现你搞这些。又在这吵什么呢？啊？你问问这个疯女人吧，这个家迟早被你给拆散。江华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啊？爸，这只狐狸真的有问题。我昨晚亲眼看见它变成了一个女人。闭嘴！这就是一只普通的狐狸。可是我真的看见了，爸。好了，我看你是脑子有问题。狐狸就是狐狸，怎么可能变成人？再说了，小周是我儿子，他外面有没有别的女人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可是……别说了，赶紧睡觉。说这些没用的东西。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快接啊，小柔！喂，太太。小柔，家里出大事了，那只狐狸真的变成了一个女人。可是他们真的都不信我。太太，我暂时回不去了，我家里也出了点急事。什么？你不回来了？那我怎么办啊？小柔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相信谁了。那只狐狸它……太太，你别慌，我走之前给你留了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在书房桌子抽屉里放了一本书，那是我奶奶留下的，或许对你有用。书？什么书啊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记住，千万别让先生和老爷发现，他们已经被迷了心窍。要是知道你在查这个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得挂了，这边事情急。等等，小柔。喂。媚狐，姓银，善货男子，毛色玉唇，其媚欲裂，与人同处，见袭人叹。42日后可短暂唤醒，有喜着红衣。49天吃人夺舍，一模一样。有喜红衣，全都对上了。今天已经第46天了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。爸，你看这本书上面写的狐狸精，和我们家这只一模一样。他真的在害你。啊？什么？胡闹！这都是什么封建迷信啊？啊！你每天就是看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，才把脑子给看坏了。爸，这不是迷信，你看看这上面写的症状，你和王昭都有了。你看看你们的黑眼圈，求你了，你就信我这一次吧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们都会没命的。怎么了？吵吵嚷嚷的。没什么。还让不让人清静？手里拿的什么？没什么。拿过来。拿过来。江晚，你就拿这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来污蔑我狐狸是吗？啊！这不是歪门邪道，这是证据。王昭，你醒醒吧！你看看这上面写的。证据是吧？让你看看什么是证据。不要！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？整天神神叨叨的，我看你是真疯了。我没疯，是你们被他给蒙蔽了。够了！这个家被你搞得鸡犬不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只能待在杂物间，没有想清楚之前不准出来。走。放
们凭什么管我？就凭你现在是个疯子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闹，我直接给你送精神医院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。走。是错觉，一定是错觉。什么声音？是那只狐狸，它来了！老公，爸，快放我出去！那只狐狸来了，它真的来了！那只狐狸来了！又开始了，魔怔了，彻底魔怔了。小婉，你又发什么神经了？哪来的女人笑声啊？啊！这个家除了你，还有第二个女人吗？我真的听见了，她来了，她说不定现在正在对我施法，她要吃掉我！快放我出去啊！还施法？江婉，你真以为演《聊斋》的？还他对你施法？你咋不说他要开门吃你啊？你有时间了，真得把他送到精神病院，好好治治。天天幻想些妖魔鬼怪。我没放，是那只狐狸对我施了法。王昭，爸，你们快放我出去！还说自己没病，你好好关几天，让他清静清静。放我出去！他来了，他真的要来了！太太，是你吗？小柔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了，太太？家里面出什么事了？你怎么被关起来了？那只狐狸，它真的变成了女人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可他们根本不信我，我还听见了它的笑声，它想吃掉我。果然，太太，你现在很危险，我该怎么办？他们根本不信我。别慌，我这次回家就是去拿这个的。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镇妖符，专门对付这种魅狐。你把它贴在卧室的门上，切记千万不要让其他人发现了。这有用吗？当然，相信我，这个符能让狐狸不再吸收阳气，只要阳气不再流失，先生和老爷的神智就会慢慢清醒。起这么早，怎么不多睡会儿？爸，你们小两口大早上可真够腻歪的。感觉最近老记不住事儿。我也是，最近总觉得昏昏沉沉的。你们感觉好点了吗？啊，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头没那么沉了。是啊，哎，好长时间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。哎，老婆，我最近忽略你太久了。小柔，那符真的有用，那太好了，太太。小柔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怎么谢你。这卡里有50万，你别嫌少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救了这个家。不行，太太，这我不能收，你一定要收下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已经被那只狐狸给害死了。那就谢谢太太了。哎呀，我得亲自下厨，好好庆祝庆祝。老公，爸，吃饭了。福怎么？吵什么吵？啊，你吵什么吵？饭好了，你吃饭。奇怪，头怎么这么疼啊？这都什么主食啊？一看就不好吃。老公，这都是你平时爱吃的呀，你怎么了？难吃，一看就难吃。爸，还得是我的小宝贝儿。乖，咱们出去吃。走，咱们出去吃。走。不行，老公你不能出去，这只狐狸它。小宝贝儿乖，我们出去吃。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小柔，符被狐狸撕坏了，王哲和公公又变回去了。什么？符被毁了？对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小柔，你再给我一张符，
再给我一张。太太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那符只剩最后一张了。看来这魅狐的道行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。那是没办法了吗？这就最后一个办法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或许能帮你。什么人？一个很有名的老道，专门处理这种魅狐作祟。此宅妖气盘踞，阴晦冲天，果然有魅狐作祟。道长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家，钱你不用担心。夫人莫急，待贫道一看便知。妖怪，赶快出来！你个王八蛋，在我家装神弄鬼，给我滚！爸，这是我请来的道长，为我们家驱邪的。驱邪？这电视剧看多了吧？我看他是来骗钱的吧？施主慎言，此宅确实有魅狐集聚，如不早日清除，恐怕有血光之灾。血光之灾？我们家狐狸干干净净的，哪来的妖啊？二位已经被妖气侵体，眼角发黑就是凭证，若不早日清除，恐怕有性命之忧。给我闭嘴！骗钱骗到我们老王家头上来了是吧？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就叫保安了。爸，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，这只狐狸真的有问题啊！有完没完？非要把我们这个家彻底毁掉才行是吗？赶紧给我滚！我限你3秒钟之内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。夫人，您自求多福。你们怎么就是不相信我呢？爸，我看他真疯了。给我！把他给我灌回杂货间去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放出来！不要！明天就是第49天了，狐狸会吃掉我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胡说，我给你送精神病院去，一辈子别出来。不要！马上就12点了，过了12点就是第49天，狐狸会吃了我的，变成我的样子。谁在外面？放过我！求求你放过我！这是一个弧度刀。干什么呢？你大晚上不睡觉干什么呢？王正，你说你房间里没有别的女人，那这是什么？这什么破烂玩意儿？我哪知道你从哪个垃圾堆里捡的？你认得她对不对？这就是那天在你房间里那个女人穿的东西。你说她为什么会在杂物间？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啊？闭嘴！江满，我看你真疯了是吧？还给我真实证据！证据？这是观众幻觉了是吧？这是你自己买的吧？我自己买的，我为什么要？因为你疯了！你嫉妒一只狐狸，整天幻想它变成女神，现在连道具都自己买了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你要再这么闹下去，明天一早给你送精神病院去，你在里面演够了再回来。什么？黄昼这样子，明显就是心虚。难道真的不是狐狸作祟，而是真有女人？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今儿我就先饶了你啊！别再给我整什么幺蛾子。等着吧，我一定会查清楚。都好几天了，这几天我一直装病不出门，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？果然有女人。王宙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抵赖！必须得当场抓住王宙出轨的铁证。你今天胆子也太大了，不怕江婉突然闯进来？怕什么？江婉现在以为马上就要被狐狸给吃掉了，躲在杂物间好几天都不敢出门呢。你那个狐狸精的戏码演得可真够真的，我都差点信了。要不然怎么骗得过江婉呢？
不过他也是真够蠢的，随便编点民间传说都信呢。你看他那几天又是找符又是贴纸的，把我给笑死了。你可真让我爱得不行啊！你可小心点，别被江婉发现，他报复你。谁让他当初拆散我们两个？要不是他家有点钱，你妈也不会逼你娶她。但是现在你妈死了，江婉娘家也倒了，她现在就手里面那点房子跟存款，还有什么？你也是真有点手段啊，居然让我爸都同意了。这不是我肚子里面有你们王家唯一的种，她当然得稀罕着。怀孕？你说今晚见她那疯疯癫癫的样子，不正适合送进精神病院？到时候财产归你，我也能名正言顺回来。你这计划也太毒了。毒？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东西。行，都依你。不过说实话，你养的那白狐可真有一套，给江婉吓得够呛。那当然，我一抬手，他就知道要蹲下。我一摇头，他就知道要盯着江婉看。江婉还真的以为他成精了呢。还有我爸跟我眼上那个黑眼圈，你从哪儿搞的化妆品？这肿得跟真的一样，我洗都洗不掉。网上随便买的呗，防水的，一晚上推一次就够了。你是没看到他那眼神呐？他说：“你们两个的眼睛怎么都是黑的？”那个表情我能笑1年。小柔，亏你想得出来这招，先让他疑神疑鬼，然后再用什么49天的说法彻底逼疯。不这样，怎么能名正言顺地把他送进精神病院？要怪就怪他占着我的位置太久了。喂，我要报警。老婆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？江婉，大半夜不睡觉，你在这发什么神经？你不是在砸我钱吗？谁让你跑出来的？我不来，怎么看这么大一出好戏？听到这么多精彩的台词，想不到我身边人人都是演员啊！敢做不敢当是吧？给我滚出来！剧本编得很妙啊，还魅狐惑主，你怎么不去当编剧？警察，请开门！是王正，都是他逼我的。他说只要把江婉弄走，钱和房子都是我的，我还能当王太太。狐狸精的事儿也是他让我编的。你放屁！狐狸是你带回来的吧？啊！其实你说要装神弄鬼，要吓唬江婉的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他说他怀了我们王家的骨肉，逼着我们陪他演戏。孩子，要不是你们王家承诺娶我进门，我会怀这个孩子。是你们说要江婉胡思乱想，最后自己疯掉的。你个死女人，给我闭嘴！老婆，你别听他说，他都是胡说八道的。让他说。王柱他早就跟我在一块儿了，当初他妈逼着他娶江婉，后来江婉娘家出事儿，他就嫌弃人家，又舍不得离婚分财产，我们就想了这个办法。王上他一开始不同意，后面我说我怀了儿子，他就默认了。太太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你放过我吧，太太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竟然是假怀孕！我真是老糊涂了。警察同志，我主要是想着我们王家不能没有后啊，所以才帮助他的。可是我平时什么都没有做，我只是偶尔装装头晕，画画黑眼圈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还有那个狐狸，是他训练的，跟我没关系，跟我儿子也没关系。了解了，都带走。别不要！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真的想跟你离婚，我是被他勾引了。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请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你是没想过跟我离婚，只是想把我关进精神病院。
的钱，跟你的情妇好好过日子，是吗？不是的，我是爱你的，都是这个贱人挑唆。你原谅我这次好不好？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……滚！自从你们用最恶毒的方式算计我的那一刻起，我跟你们王家已经恩断义绝。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知道错了，太太。我才23岁，我不想坐牢，我求你了，太太。就是你，太太，就是他。老婆，你看在我们夫妻这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情分，王正，你现在跟我谈情分？我不是东西，我不是人，老婆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害死你，我就是舍不得钱。小婉，师爹老糊涂了，我主要是想着我们王家不能没有后啊，是不是？还有小肉，他说他怀了我们王家的骨肉，我才鬼迷心窍啊，小婉。就为了钱和所谓的王家的种，你们父子合起伙来，用狐狸精的谎言逼我发疯，然后把我关在精神病院一辈子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！我没有想过就关你一辈子，我就是想吓唬你，我真没想过。然后呢，以精神病的名义，让我净身出户。小婉，你就看在爹以前对你还不错的份上，咱就把这个事情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对我不错，公公，你和你儿子帮着小三想要把我逼疯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对我好一些？没有，都是误会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王家的儿媳，与你们王家恩断义绝。别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真的。同志，把他们带走吧。小婉，我们都结婚7年了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，小婉啊！7年，换来的是你想要把我逼疯。7年来，我真像个笑话。这小婉，小周，我们结婚7年了，小婉7年了。给，拿好。好。小婉，你们这是改造出来的了？是的，我们在动物园做义工，今天轮到这条街的环保活动。是盼的社区服务，还有我们自己也想做点实在的事。我们都知道自己的错了，那挺好的呀。小婉，对不起，离开你这1年，我每天都在后悔。我不求你原谅，就是想亲口跟你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这张老脸没处放，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害你，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江姐，这1年来我一直在干活赎罪，我不求你别恨我，我就想告诉你，我再也不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起来吧，别这样。在动物园做义工很好，多看看动物比算计人强。以后好好做人吧。来，就当送给你们的礼物了。